近期，紫辉创投创始人郑刚发文怒对罗永浩，指责罗永浩势利眼、不懂感恩、不懂战略，自己作死了锤子科技，还表示将联合几十位投资人坚决对其发起回购。据悉，郑刚是罗永浩创办锤子科技时的早期投资人。2024年8月26日，交个朋友控股联合创始人罗永浩连发2篇长文澄清。对于郑刚提出的回购，罗永浩在本次发文中回应称，锤子科技的投资股东如果要强制我回购锤子科技的股份，必须有超过50%的投资人股东签字同意才能触发回购。但郑刚折腾了半天，也只拉拢了20%多的投资人一起逼我回购，离法律协议明文约定的50%相去甚远。此外，罗永浩在本次发文中还透露，2020年春节后启动直播电商公司，设计公司股权架构时，罗永浩和合伙人为锤子科技的老股东们做了5%的原始股方案，这部分股权要到2025年1月31日前后才能全部落实给这些老股东。罗永浩表示，交个朋友为锤子科技老股东做的5%原始股权方案，明年1月底落实时，将按照当年锤子科技投资比例分配给锤子科技的老股东，但不包括郑刚以及跟郑刚共同发起诉讼的那部分锤子科技股东。罗永浩此次还发文回应了还债进展，到目前为止，其实真还传一共还了8.24亿，远远超出之前对外公布过的欠债6个多亿。主要的原因是还债过程中因为各种官司纠纷带来的额外赔偿，以及滞纳导致的各种罚款等等，使得债务总数多了近1个亿。根据罗永浩的说法，目前已偿还的8.24亿元，包括2020年4月开始做直播电商公司时以现金偿还的5.48亿元，2018年把手机团队和知识产权转让给字节跳动获得的1.8亿元，2018年锤子科技资金断裂，产线停工后，罗永浩签了个人无限担保使工厂复工，把剩余物料做成整机抵债的6600万元。锤子科技的债务善后团队从2018年至2019年底，以各种方式变卖锤子科技剩余资产还掉的近3000万元债务。此外，罗永浩还透露，真海船第2季已经启动，他还有新增的6个亿的债务。锤子科技当年融资时曾获得过国有资本的3个亿投资和3个亿借款，共计6亿元。真海船第1季启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这部分算进去，主要是因为这3个亿的借款合同到期是2022年底。另一个原因是，这期间我们也考虑过用资本化的方式来偿还这部分债务，即直播电商业务上市后以公开市场的有价证券来抵债，所以这部分债务没计入最初打算以现金还债的任务中。由于交个朋友最终成了一家港股公司，罗永浩最终决定在直播电商并入上市公司之前，让渡他的股权利益给合伙人及创始团队，然后以其他利益置换的方式跟交个朋友继续直播合作，最终以赚来的现金直接偿还这部分债务。罗永浩表示，他直接对国有资本债权方承诺，除了借款的3个亿，把投资亏掉的3个亿也全都按债务来处理，他会以现金的方式100%偿还6亿本金。此外，锤子科技供应链的债务目前也有约1400万尚未结清，这部分会在明年上半年全部还完。罗永浩表示，接下来他和他的团队会用一切合法合规、合乎商业伦理的方式，大肆炒作，开足马力，以各种方式做大做强现金收入，尽快还掉剩余的5个多亿债务。在另一篇文章中，罗永浩对锤子科技投资人郑刚的相关言论进行了澄清回应，并表示接下来其团队会不定期写文章、拍视频，做相应的辟谣工作。9月7日，郑刚再次在微博发6000字长文追问罗永浩。郑刚说，针对自己的穷追猛锤，罗永浩先否认事实，盖不住时拐弯抹角承认，再转移话题，
郑刚还给罗永浩提出新的7大问题。首先，郑刚质疑了罗永浩如何在短短1年内将D轮近10亿的融资全部花光。他提到，早在2017年8月，罗永浩曾宣布获得大约10亿元的融资，但在这之后的5年里，锤子科技似乎从未花费过超过10亿。郑刚想知道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接下来，郑刚询问了关于债务偿还的细节。他发现，在锤子科技2020年的审计报告中，罗永浩借给公司的2476万资金被记录了，但他个人的1500万借款却没有找到踪迹。郑刚想知道罗永浩是否优先还清了自己的借款，还款的顺序是什么。第3个问题是关于罗永浩声称已经还清的8.24亿债务的真实性。郑刚表示，由于罗永浩经常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愚弄大众，所以他对这8.24亿的还款可信度持怀疑态度。他要求经过权威审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历年审计报告来验证这些还款的真实性。第4，郑刚提到罗永浩在自述还清5.48亿债务时，提出了另一项疑问。他想知道这5.48亿是否是经过协商后的打折数字，具体的还款明细是什么，包括对供应商、银行和员工的偿还情况。罗永浩是否可以公开相关的还款细节和合同。第5，郑刚要求罗永浩公示还债的数据清单、银行流水明细以及完税证明。他建议罗永浩公开会计账簿，或至少将财务信息公开给锤子科技的股东，以证明其还债的真实性。第6个问题是关于交个朋友公司。郑刚想知道，作为锤子科技的前大股东和创始人，罗永浩如何将交个朋友公司与锤子科技的关系割裂？交个朋友公司如何从锤子科技的内部孵化项目变成与锤子科技股东无关的独立实体？罗永浩的角色和收入又是如何变化的？最后，郑刚提出了一个关于法律和债务的问题。他指出，罗永浩在公司法人代表变更后，是否涉嫌通过合谋来逃避债务执行。他指出，罗永浩的行为可能涉及妨碍司法执行、逃避法院判决，严重侵犯了债权人的权益。罗永浩称，郑刚的文字一贯混乱冗长，没有逻辑，而且本质上都是语无伦次的碰字贴，所以有时候回复起来还是有点疲劳的。这种感觉很像专业辩手突然遇到意识流风格骂街的乡村土流氓，一开始会有点不知所措，但这一次他居然假装条理清晰，拉了一个关于真海船的7大未解之谜清单出来，省了我不少力气。下面我就逐条回复澄清一下。1. 罗永浩，你怎么把D轮近10亿的融资1年内就花完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先弄清楚这个撒谎成性的郑刚提出的问题是否真的存在。实际的情况是，锤子科技最后一轮的D轮没有10个亿融资，最后到账只有6个亿，3个亿的投资款和3个亿的借款。之前媒体报道过10个亿，是因为当年我们还拿到了另一家机构的投资意向协议书，承诺给我们投4个亿，这种承诺没有实际约束力，但最后这4个亿投资并没有实际发生，所以总共只有6个亿。郑刚的基金作为锤子科技的老股东，每一轮的融资协议书都是亲自看过并亲笔签了字的。现在突然装疯卖傻问10个亿哪里去了？难道是郑刚的失忆症到了需要耍流氓的时候，所以又按需发作了吗？另外，2018年锤子手机业务崩盘后，到现在差不多6年了。郑刚在2018年锤子科技出事的时候，没有对当时的经营状况产生任何怀疑，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到2022年年底，还在跟我积极商讨做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有期间数年的微信记录为证。结果现在因为翻脸吵架，于是突然对6年前的经营状况产生了怀疑。正常智力的人都看得出来，郑刚这不是正常的询问和质疑，而是恶意找茬。郑刚在这个段落里还说，我记得他在公开场合叙述了一件很伟大但蛮夸张的事情，租了架私人公务机飞去某地挖角某个合伙人，
对我说此举是想感动对方，但对媒体表示说自己想尝鲜。但是在严肃的投资人看来，是极不负责任的滥用有限和珍贵的创业资金。郑刚知道这件事很伟大就好，我来说说比很伟大还伟大的真相吧。其实这种单笔10几20万额度的支出，按公司管理章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当年我觉得包私人飞机去挖人才的支出，从公司经营的性质上会显得比较特殊，而且也不确定花了这笔钱后是否一定能挖到人才。为避免落下不必要的争议或口实，加之情况紧急，也来不及跟管理层同仁沟通，就自掏腰包解决了。相关证据见文末的多张附图，图中的签约人和支付账户主体均为我当年的私人助理李建威女士个人，而不是锤子科技和锤子科技账户。关于我当年自掏腰包租私人飞机为挖人去石固茅庐的事，郑刚当年看了媒体报道后，跟我见面时还盛赞我这件事办得漂亮。这么多年过去，为了耍流氓搞臭我，同样一件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他嘴里竟然又变成了老罗对媒体表示说自己想尝鲜坐私人飞机，但是在严肃的投资人看来是极不负责任的滥用有限和珍贵的创业资金。郑刚这个严肃的投资人还真是非常严肃呢，简直比小丑还严肃。2. 罗永浩，你还债先还给自己吗？我在锤子科技2020年极其简单且敷衍的审计报告上看到，罗永浩本人借给锤子科技2476万，很感动。在罗永浩号称的已经还掉的 5.48 亿里面，你有优先还给自己2476万吗？很感动，真的吗？确定不是流氓假账假感动吗？那就请郑刚继续感动吧，因为这笔钱到现在锤子科技也没还给我。2023年的锤子科技审计报告中还挂在债权清单里呢。这几年我已经通过去做直播电商为锤子科技还了好几个亿，这2000多万当然也没打算拿回去，稍后我再给公司补一个书面的自愿放弃声明。建议郑刚继续陷入深深的感动之中。关于第3至第5个问题，这人母狗样的3个问题，其实基本上是一件事。我稍后会在网上公布到目前为止的还债清单和银行出具的流水明细。其实对我个人品牌而言，这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如果不是郑刚耍流氓、胡搅蛮缠逼迫我还不好意思把它贴出来塑造我的光辉形象呢。我现在脑子里已经大概有那种史诗风格的英雄海报的画面了，哎呀，好期待。至于直播电商业务的完税，国家税务机关每年都有至少1次的检查，而且众所周知这个行业是重点调查行业。最近一次对我们的检查发生在今年5月，这部分的税务明细于情于理于法都跟郑刚这个社会闲散碰瓷犯没有任何关系，更谈不上对外公示，他只需要依法对国家税务机关交代即可。6. 罗永浩，请说明交个朋友公司在锤子科技内部孵化诞生，却怎么变成和锤子科技股东没有关系的？这又是哪个思路清奇的碰瓷角度？交个朋友公司和交个朋友直播间运营主体的星空野望公司，是由我和黄鹤等几个老朋友于2020年联合创立的，怎么会是锤子科技内部孵化诞生？你们职业碰瓷界的，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说一句咱媳妇，然后就可以毛手毛脚非礼别人老婆吗？交个朋友和星空野望，锤子科技的几位老股东是有主动出资参与的，此外跟锤子科技的其他股东没有任何关系。我在2022年6月官宣退出了直播电商公司，但仍有每年要为交个朋友直播间做几十场直播的合约。我和交个朋友相关的一切，跟郑刚这个社会闲散碰瓷犯一点关系都没有。交个朋友后来并入了香港上市公司世纪瑞科，世纪瑞科为了品牌名和公司名的一致性考量，目前已更名为交个朋友控股。世纪瑞科在法规流程上需要披露的，都已经按相关规定披露给了香港证监会和交易所。关于第7个法律问题，
这件事我公布之前请教过法务顾问和专业律所了，法律上其实没有实质性问题，何况期间我一直积极赚钱还债，使得目前债权官司纠纷已全部结束，法官看了都可能会暗暗赞叹。罗永浩推荐郑刚去精神病中心就诊，如果确诊，目前欠了几个亿，官司缠身，无力还债，只能到处碰瓷耍无赖的郑刚先生也就解脱了。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动态，我们下期再见。